快乐正上头。本节目由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本节目由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就算是个路人甲，咸鱼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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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吧吧吧吧吧吧吧啦吧。努力奋斗。啥呢？不能吵。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想咋地就咋地，去哪儿都能叫滴滴。感谢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的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5、周6、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喜笑一下。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欢迎大家。不服单挑赛的第2场，嘻嘻哈哈队对决制高点队。我是一个中专生，我们的校训就是适应社会，适应社会。我说我可以蒙他呀，我说地是残疾人专座呀。Disabled。虽然你叫黑单，但是你是我们大家的明灯，爱你哦！恭喜黑灯181票成功晋级。我说老师，这野菜当然能吃呀，我们哈尼族祖祖辈辈吃了3000年，把自己吃成了少数民族。毒蛇帮差你一个，恭喜真勇177票成功晋级。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妈是一个河北人，跟潘金莲、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一个破碎的你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要缝了的话，汉普丁长得很漂亮，需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呀，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恭喜陈数189票成功晋级。我们现在比赛继续。欢迎回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服单挑赛的下半场，欢迎各位！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快乐吗？快乐你就 vivo Live， 感谢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飞鹤滋养小脑瓜，脑力体力两手抓。感谢全球销量第1、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我们看看又要进行对决的是哪2位演员？林简七门枪，请先移步对战区。林简七。新人演员也是从小城市一步步又走到了我们喜单大舞台，但他的内心世界丰富奇妙，令人好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掌声欢迎林简七！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啊，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2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剪那么多吗？”
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它。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我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啊，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人一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啊，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我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啦哔啦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2次元。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
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林建奇的表演。3、2、1，请锁票。哎呀，什么东西？大林，这应该是你最喜欢的那种。没喜欢错吧？没喜欢错吧？是吧？对啊，非常好，而且我很喜欢他中间有很多自己的点评，他对于他故事当中一些个比较那个诡谲的故事和人物，他对他们还有一个评述，这个特别有意思。你怎么还嗨上了？就是不觉得特别好玩哦。真的，兄弟，你说你是个早产儿之后，我就听完这仨字儿，我这样看到最后，我想我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早产儿？你讲段子的中间，付航一直在问我说：“他是早产儿是吧？”他真是早产儿啊？真的假的？我真不知道。付航反复确认，他说的那傻子是他还是他发小来着？真不知道，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他作品里有2个维度，你发现吗？就是刚才大林说的，他有一个还去评论别人的一个，俩都是傻子的那个维度，你知道吗？就但是能把2个傻子有机的给错开，还能弄在一起，这很奇妙的一个宇宙，你知道吗？就是爬山虎和壁虎，光一个名字颠倒过来所导致的那个误会的那个交错，就特别高级。就很多人会因这一个作品和这几句话去重新观察我们身边的概念，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已经习惯接受的那个名相，到底和它的本质有什么样的关系？反正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这个，所以我坐在这儿特别喜悦。谢谢。说实话，我没太听懂，我真是。谢谢你的喜欢，谢谢。OKK。其实不论台上站的是谁，我也会说这番话的。行，下一位啊。小号呢？下一位。这个我让他玩明白了。我感觉他说完了，我是感觉。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好笑哎，就是他这个个性啊，我觉得刚刚东东老师讲的就是东东，就是他真的是那种傻惹人爱。我不知道他真正的个性是不是就这样，他会让你觉得他就是这样子啊。降，是这样啊。台上台下都降，很可爱。我觉得就是可能他这个很
很放松的态度，也让我们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很放松，就完全进入他，带我们到他的那个世界。然后他那世界就是傻傻的，但是很迷人。喜欢啦！这段听懂了吗？听懂了，这个我能听懂。你看他都不着急叫下一位，还想多听会儿。宝贝，我觉得很好。那你的表演在我心里刻了一个好。你先让我讲，我就选陈明飞了。所以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披荆斩棘的弟弟，你是我们大家的明灯，爱你哦。下一位啊。哎，你的那个发小是我有一个朋友的那种朋友，还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发小？真有一个发小李家俊。用不用这么狠啊？就我觉得你们太好玩了，就是很想跟你们做朋友。就是很想观察你们每天在聊啥，我觉得太好玩了。我就很好奇，你是那种精心写文本的人，还是就是灵光乍现的？我是那种雷劈型啊，来了就写，不来不写。李白。哎，林简七啊，你这发小怎么这么多问题啊？你回去跟他说啊，有问题找夸克，找夸克没问题 ，AI 啥都能答。你就把这话跟你发小跟咱朋友说啊，你让他想吧，这样你能清静2、3年。没问题。太酷了，我现在还沉浸在你那个逼了里边了。终于从早产儿走出来了。是，太酷了，太酷了。林简七呢，就特别像是你一个朋友，然后一直在跟你诉说他自己一些完全脱离于现实、非常抽象的笑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笑点，然后我就觉得喜剧舞台应该有这样的人才有意思。就是雷劈型，就都是脑海里有想法了就能写出来，没有就写不出来。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我爸现在快到清醒期。林简七太好笑了。哎，我林简七这一篇，我觉得就是纯粹的邪门。自动的。他大脑和人就确实不一样。我支持科学家研究他的大脑。哎，我发现网友关心的可比我冷门多了。你听听啊，用门夹过的核桃还能补脑？不知道，能补脑不是吧？那你看这个呢，用毒蛇的毒毒蛇，毒蛇会被毒死吗？不知道，但我想把你毒死。那还有，滴滴出行为啥叫滴滴出行？它不叫……不是，你到底想咋地？我想这么的。打开滴滴出行 APP， 在地址栏搜索想咋地就咋地。你打一趟车，咱俩都能5折的啊，超便宜的。你看有好事我都分你一半，那为啥只分我一半，不能全都算我的呀？那你要想这么的，房租也都算你的。请先入座休息。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那个我们从这个抽象的世界里走出来啊，给这个接下来的演员做准备。好。下一位要对决这个抽象世界的人，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掌声有请门枪。加油！大家好，我叫门枪。哎呀。现在出去跟别人自我介绍、参加活动，我说我叫门枪，他们都会很尊重我。他说：“门老师你好，你这个姓氏很少见。”朋友们，我不姓门，门枪是我的艺名。取这个艺名的意图很简单啊，因为脱口秀讲话需要大量的用到舌头，舌头在上海方言里就叫门枪。所以我出生在上海，我现在才叫门枪。我要是出生在北方，我现在就叫口条。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名。
我很难为情，很害羞。不是李家俊，不是。哎呦，我的本名叫张冰洁，弓长张，冰清玉洁。每次自我介绍都有人会说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对吧？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违和，就好比你去问蝙蝠侠 Batman，What's your real name？ 蝙蝠侠说 My name is Cinderella。哎，名字秀气，我小时候长得也很秀气。课间10分钟，小学的时候跟男同学玩游戏嘛，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他们就会说张冰洁，你来演冰冰公主。我说我不要当公主，他说那你当丫鬟，我说我当公主，冰冰公主。哎，别的男生分配到的都是那种王子、大侠、将军，我分配到的角色都是公主、格格、千金。我也演过一次将军，花木兰。男同学还总是喜欢在游戏里面追求我，我都没同意，因为课间10分钟不够了解一个人。我冰清玉洁没那么随便。我也不理解他们的追求方式，他们不讨好我，他们就互相决斗，而且他们决斗方式也很奇怪，他们互相吐口水。我当时感觉你们还来追求我干嘛？你们不需要我了，你们已经在相濡以沫了。后来还是女生来解救我，我们的女班长拿出了她的法宝——行为规范记录表。那群雄心幼崽一下子情绪稳定了。girls 不但 help girls， 还 help girly boys。我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冰洁这个名字，我妈说因为名字是家长对你的期待，我希望你冰雪聪明，洁身自好。妈妈，这份期待很有难得。我转头问我爸，我说爸，你儿的名字这么小众，你没有意见吗？我爸说，你妈负责起名，我负责姓，这都有分工，还 teamwork。我爸说，而且名字小众有什么？弓长张这个姓氏很大众。我心想什么意思？名字也能风险对冲？我说姓张也不好，姓张太普通了。他说姓张不要太好，你不懂，张是天姓，玉皇大帝就姓张。张是唯一一个别人问你贵姓，你不用回答免贵的姓氏。当我傻子吗？啊！别人问您贵姓，我说老子贵姓张。玉皇大帝就姓张，不懂了吧？很有权力的，这就叫姓张力。我真的不喜欢我这个名字，我说我要改名字，然后我妈说你别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小，这份期待很大的，因为男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冰雪聪明又洁身自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鼓掌，我看着我爸，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爸，放心了，他只是不聪明啊。我长大了才懂我妈的意思。我上班当了 HR 之后，我发现很多男同事，尤其是男高管都不太冰洁。10个男领导，7个傻，8个呆，9个不洁身自爱。就我们公司的那个 Mike， 在公司里面同时聊3、4，下了班还要约3、4个，都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的。怎么说呢？我们都在朝9晚5，他在朝3暮4。他都这样了，还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说：“我这个人就是被动，我注定孤独一个人。”哇，我是一个 HR， 是一个专业的 HR， 出于专业的素质，我不会因为私人事务给同事穿小鞋，仅限于同事期间。他会跳槽的，啊，他会辞职的，辞职之后就涉及到一个事情，叫做背景调查。难道他不怕别人背调的时候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吗？他不怕我会这么说？请问麦克是你们公司吗？对，他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被动。
团队合作能力呢，注定一个人。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啊？我说，硬要说优势，时间管理。哎，别说男同事啊，就连最应该注重自身形象的男明星，也不太冰洁啊。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男人好像由于没有洁身自好上热搜，所以我建议，为了让这些人引以为戒，以后只要不洁身自爱的男人都应该改名叫冰洁。哎，早就应该这样了。之前的吴冰洁。金冰洁，还有那个什么肖冰洁。当然，我也衷心的希望男明星们不要再塌房了，因为张是个大姓，我很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我就只能改姓了，叫门冰洁。啊，张这个天性不重要，天性纯良比较重要的。其实不单是男的，冰雪聪明和洁身自好是对人类我觉得思想和道德最美好的期待了。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生的名字，是不是对女的要求太高？哎，这么好的期待，怎么能都让女生占了呢？不把我们的男人放眼里，啊，男人也能顶半边天。我觉得应该要分工 ，team work 一下，女生先负责冰雪聪明，男生来负责洁身自好。大家以后啊，千万不要再夸男生专一了，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男孩子都应该做的事儿。谢谢大家，我是张冰洁。谢谢文强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文强。这终于跟大家讲了本名了，也是对你来说算个突破吗？哦，对，因为这个就很难启齿。其实一直，就我从之前读书包括工作，我就特别不喜欢提我自己本身的名字，直到就做了脱口秀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这个人也挺不要脸的，所以没有就不害羞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更真诚的去跟大家交流，所以就提了这个名字。而且我也真的不喜欢别人叫我门哥。门总，门老师，就是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哎，大林，麒麟也是您的本名哈？是，但其实身份证不是这神兽这麒麟，而且一说这个，就他刚才探讨姓氏，我突然发现我们台上是个动物园，羊、马、猴、麒麟，对。怎么我们都是动物，就你是神仙呢？神兽啊，对。那玉皇大帝还姓张呢，那么我就是。我感觉门腔今年的内容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上一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职场上的一些东西，现在开始探讨一些社会话题。这个背后是你自己的关注点的变化呢，还是一个什么别的原因？去年讲很多职场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从职场离开嘛。但是我觉得今年我要讲点自己的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去年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还是套着一个壳。就是我总感觉我自己是一个作为 HR 在跟大家交流，但是其实因为我现在也不做 HR 了，那我觉得我应该更真诚的尝试去打开自己，更真诚的去交流，然后对，希望有一些真诚的反馈，就是真实的，就好评差评我都想去看一下。对，佩岑姐之前有看过门腔的表演吗？或者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她的一些？有，我也有看过 Cynthia，然后我也有跟门腔老师一起合作过，我们有主持过一场活动。对，我们。所以我今天第一天听他讲他自己的本名，就好险我以前都叫他门腔老师，我没有叫他门老师。但我觉得他今天用他本名来破题，我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舞台上其实会有一种欲望，想要做回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被认识的时候是赋予了一个角色，比如说我被认识的时候可能是新闻主播，你被认识可能就是这个可爱的 HR 姐姐，然后或者有时候是主持人，就是你可能想要用不同的面貌也在舞台上展现不一样的自己。是，就想更真诚的去把自己给表达出来。对，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行不行吧，看看自己能做到多少。门腔拿到了气氛组的2票。
那我们把林建奇也请回舞台中央。林建奇必赢，林建奇输了，我做120俯卧撑。我也投林建奇。我投个门清。那这组对决结果将如何呢？请看大屏幕。快乐你就 vivo Live， 接下来进入结果揭晓时刻。恭喜林建奇192票，厉害，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感谢 vivo Live 记录下这场南腔北调带来的快乐。是了。门枪161票也是很优秀的成绩。根据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之前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我觉得很开心，我可以借着这个舞台，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去讲自己的名字这件事情，去解释清楚。这个也是我去年本来就想讲，但是后来没有讲成的，但今年好像也没有讲好，所以就很感激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吧。然后我会继续加油，然后就对我们在网络上见，然后线下见吧。它有更多的样子可以展现给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门枪，谢谢。这个观众朋友说得好，就是线下见、剧场见，永远都有机会。我们比赛还在继续，对决还在继续。接下来这一对，也是一位新老对决了。我们看一看要上场的是哪两位。有请史岩、陈爱两位移步对战区。史岩，大家是去年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是个人风格很强烈，但他的能量有时候很低。但巧了，我们今年的新朋友陈爱也是同频的人，他们两个能量场可能都没有那么高，所以恳请各位在接下来这场对决里都认真的听听他们今天想跟大家说什么，好吗？好，那我们掌声有请率先要登场的史岩。大家好，我是史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儿，现在孩子长得太快了，现在比我高，我都有点不太适应。真的，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对于比我高的人，我还有抚养的义务。反正现在他管我叫妈，我想管他叫爸。我老公既是孩子他爸，也是我爷。也是他自己的孙子。我爸快到青春期了。如果你们家里头没有那种青春期的小孩，其实如果你上网的话，感受是一样的，就都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然后自我意识很强，脾气也不太好。前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听见两个小孩说。他说今天学的《三国演义》，写的什么玩意儿？想给罗贯中祖坟刨了。我就说文艺圈不好混吧，死多少年了，还有差评呢。他朋友就说，他说啊，那不是文艺作品吗？他说那不行啊，他把曹操写成卑鄙小人了。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因为我就姓曹。那孩子就说：“他说，那曹雪芹还姓曹呢。”他说：“曹雪芹哪一班？”曹雪芹啥哪一班？曹雪芹讲脱口秀的。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想过刨人祖坟。我是属于那种胡思乱想、智性恋。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然后，但是我生物学的还行，我就天天担心，就是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笨，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种很严重的生育焦虑，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天上选妈妈的，我上初中就开始给他选爸爸了，我那个时候我不看帅哥我也不学习，
我天天在教室里头研究学校成绩那个大榜。怎么说呢？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喜欢榜一大哥。但是第一次做父母嘛，确实是踩过很多坑。之前给孩子买过那种学习机，拿到手之后就感觉自己降智了，感觉自己说话像个傻子似的。我说孩子，你看妈妈新给你买个学习机，玩不了游戏，多有意思。你学习吧，他说是学习机，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游戏的平板，就放在那块儿就是落灰，就天天就是落灰。我说这是学习机吗？这不灰机吗？哎 ，Windows 不联网都能有个扫雷，他没有，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游戏背单词儿的。说一个单词儿，那个小怪兽就没了；你再说个词组，大怪兽没了。但是你想干掉那个大 boss， 你得说一句流利的英语，你就感觉说的不是英语，是咒语。这游戏玩通关之后，孩子就跟老佛爷似的，满脑子就一个想法：我要洋人死。这家长现在就是很脆弱，我就感觉很容易就被一些东西击碎。前两天我在那个书店，在畅销书里看见一本书，叫《手把手教你上大专》，我有点崩溃了。当时我说什么玩意儿，上大专还用看书啊？哎，上海语。上大专有没有可能他就不爱看书？我说这个世界好像变了，就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啥呀？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可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啊。后来我上的大专吗？现在当家长了，直接给你摆一本上大专，让你认清现实。真的，我就问他们店员，我说，你说现在看点啥课外书还能上哈佛呢？他说，要不你看点课内的呢？就是现在书看不明白，现在孩子书包我也看不明白。现在小孩的书包叫大容量减负书包，你就感觉这个书包厂家的老板，他小学就辍学了，因为他但凡念到初中，他马上就能学着物理了。那玩意儿体积越大，质量越大嘛。你体积要变大，质量变小了，那确实是减负了。物理书没带。我就问他们客服，我说你这个大容量减负又是什么原理呀？他说我们吧是在这个书包里头加了一块板子，减少书包呢跟孩子这个颈椎的碰撞，让孩子感觉到减负了。我说那没毛病，你这书包容量不大，你都放不下这块板子。啥叫大容量能感觉到减负了呀？话还能这么说呢？那以后话都能随便说了。我感觉这抽烟还能润肺呢。我感觉喝酒可以保肝，随便说呗。我感觉赌博可以发财，别随便说了。我感觉录这个节目可以交到真心的朋友。感觉他们请的这些嘉宾、明星、各位导师，他们都是真的懂喜剧。随便说，我说的是上一季淘汰的嘉宾。哎呀，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喝多了呢。随便说了，感觉相声还是有未来的。话都随便说了，现在就感觉家长这些话都随便说。前两天我闺蜜就跟我说，她说：“哎，你说等咱孩子高考那天，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穿旗袍了？”我说又开始随便说了哈。我说孩子高考为啥妈妈要穿旗袍啊？腿上写答案了。
又是什么原理呢？嗯，怎么孩子打野辅助咋是换上皮肤了？他说那个旗袍嘛，旗袍旗开得胜啊，寓意好。我说那是，我说那不爸爸光膀子寓意也好啊，寓意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着《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跟梁朝伟他们就是没有孩子，他们要是有孩子的话，根本就浪漫不起来。张曼玉天天穿个旗袍，叼个小烟儿，就是等孩子放学呢。梁朝伟说，如果还有最后一张船票的话，张曼玉说别闹了。孩子今天高考，我今天所有的话都是瞎说的，对不起。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说，其实可以不用把旗开得胜的重任放在妈妈身上，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妈妈有妈妈的花样年华，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年华。讲完了，谢谢。谢谢史岩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史岩。你们4位后悔那个前面就把灯拍了吗？在他们不会，我觉得特别好。别生气，都是节目效果，设计的。我看史岩，我特别亲切。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亲人。就是她是你的表姐或者表妹，原来那种大家庭里面，就是她，尖酸刻薄，满嘴牢骚，这个怪话特别多，幽默感又很强，但是这样的这个表姐表妹往往都是那个特别热心的人，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刚才在这儿，就是这念叨叨在说这些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反而升起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对我感觉特别亲切，特别好。没事的时候就真说你，有事的时候但你找他帮忙是真管用哈。对，也不一定帮你就我也是，我觉得有些方面很像我姑姑，甚至是不是？是。然后尤其刚才就因为他有很多特别生活的地方。就是那个买学习机那会儿，真的，其实那几句话也没什么用，但是我就听着就特别有意思。学吧，你学吧你。其实我就特别喜欢那几句话啊。然后到最后他那个不是一直在说一些怪话，我突然在脑海当中把他和那个李家俊就勾结在一起，有一种，因为我想李家俊应该也是个怪人。我们的脱口秀演员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色彩能量，然后史岩就是一个观察那个世界的视角都非常的锐利，就他其实是有一个很敏锐的角度去来看那个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讲的时候呢，他又不是那种刀刀见血的讲法，他又是比较温柔的给你讲了一个故事，然后那故事里面有他的分析，然后有他的感受，然后再嘲讽你那么2句。没有节目效果，没真嘲讽。没事儿，哎呀，我们都记着呢。他今天讲的点题吧，《花样年华》，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生活中也确实看到很多的母亲，可能当他确实带上了母亲这个身份之后，他的自己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和视角，就是你可以是孩子的母亲，也可以永远做你自己，所以我觉得非常好。最后这个点题啊，我很喜欢。这很简单，很感动。我其实最后你在表达一个讯息，就是说，不要把孩子的那个责任放在妈妈的身上。虽然你也是轻轻的讲过去，可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你也有你的花样年华，我觉得有鼓励到我哎。所以我很喜欢你的表演，谢谢你带给我的感动跟欢笑，谢谢。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不太敢讲，就是亲子这个话题，所以我今天就很想做一个实验，就是想站在孩子那个立场讲一讲他看见的书包、学习机这些东西，因为好像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差的就是家长站在孩子的立场，就是生不生孩子，其实这个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关心和爱护每一个小朋友，其实是我们成年人的
那叫啥呀？责任、义务、良知。他知道是啥，他问咱俩干啥？对，咱俩跟傻子似的。就是这些小学生也好，还有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挺不容易的。我每次在新闻上看见他们，就是有好多休学呀，还有包括挺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其实很心疼。没有，我讲一个故事。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说的那个话。你还记得有一次你让我给你录一个什么视频？他说付航给我录个视频呗，然后给他录了。我说录完了有没有给你再写点什么？你还会写字？我说我会写字儿，然后你非常认真的看了我说一句，不会写字也没关系。你说过，还挺感动的。就是我能懂你的意思，你能从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看学历、文化、知识。真的特别好，我真的会写字。谢谢史岩，也恭喜史岩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请你暂时先移步回对战区休息，我们暂时不公布成绩。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上一场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些，怎么形容呢？不太一样的精神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请大家仔细的听他的内容，也多给他一些鼓励，好吗？掌声有请陈爱。大家好，我叫陈爱。我去年过得不太好，一直在搬家，而且很倒霉。我搬到哪儿修路，搬到哪儿修路，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怎么追着我发展呢？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我搬多了，才有了路。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给我弄钟点来了。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那这也太偏了，偏到让人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还有农家乐，也合理，喜丧嘛，方便吃席。这边刚烧上，那边已经起菜了，真的很近。我在家导航过，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导航推荐我步行。现在出发，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就很方便。我去剧场坐地铁还有1个半小时，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脱口秀讲得好还行，要是讲得不好，我就去那边逛逛。这儿火不了，还能去那儿火一把。没法在台上风光，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我想10分钟的路，送啥送？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我送过我姥，还是2回。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坐最快的一班飞机，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送了2个多月，没送到位，就先回去了。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还说要送送我。
中真的不能太久，心态会变化。刚去的时候，我想，姥姥，我舍不得你。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反正你又不着急，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就不能有一次正好，说姥姥我来着了。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走她前面。走她前面也很尴尬，我姥姥得咋想？太客气了吧？说好送我走，咋成带我走了呢？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专门过来等我死，没有礼貌。而且是等我死，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本来也不着急。越等越急呀。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所以到时候他们来，我也会把人都赶走。我说都回去吧，别等了，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真的，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一旦弄清它的本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仇人也行啊。反正大家目标一致，就是送你走嘛。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我都不一定想去。我想谁呀？没见过，没啥感情。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我绝对去，感情太深了。我不光想送送他，我都想催催他。甚至到时候他走了，别说请假，辞职我都去。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但那边少我一个，我怕他活。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只要我去，一定给他送走。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我现在有点绝望。确实，今年录这个节目，演员一个个都很卷，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有啥用？能复活我姥姥吗？而且我看到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我就想，你们这么努力图啥？不就是想火，想燃吗？我家那边也能办到。一会儿讲完，有梦想、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很方便。你在台上想火，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也不一定成功。但到我家那边，只需要先躺平，然后跟师傅说：“麻烦你，我要大火。”这样就收两下。谢谢陈爱。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陈爱。我每次看陈爱演出，我都有个小的疑惑，你现在紧张吗？刚才讲的时候不紧张，因为讲的时候背下来了。但这个过程可能反而会让你压力更大一些，是不是？对，因为我不会说人话。天真姐上次也是很喜欢陈爱的表演，就是我觉得，陈爱是一个
就他很冷门，就他的气质非常的奇妙，他又有一种又真诚，然后又锋利，然后又让你琢磨不透的那种感受，因为你好像听他讲话，你按你的逻辑，他应该讲一个什么事情，他就完全又到你的那个想象的反面去讲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你又发现他是对的。对，你又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好像被他讲破了真相的感觉。我也觉得是，我觉得陈海有一种就特别超然的感觉，就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把一些个特别有道理的，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注意到的事儿，哎，这慢条斯理的，其实是拿着刀叉在切生肉，但是就觉得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然后我太喜欢复活金牌了，我太喜欢了，就是那个复活金牌，复活姥姥。你们不就想在舞台上火吗？去我们家附近啊！我从来没来过这么丧的现场，有一种出席追悼会的感觉。丧吗？多燃呢！是不想燃的都在那边呢，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想我但凡有点什么避讳啊、忌讳啊什么的，我应该坐立不安。但是我觉得我听的还就挺高兴，只要在你的那个节奏里去感受你想说的那个事儿，就那个共振啊什么就都有。这人反正死去活来的哈，就是啊，这想一下送走也不大容易的那个劲儿啊。咱今儿算来着了啊，真是我们算来着了，我们今天。我实话实说，我脑子里有一特别不应该讲的包袱。他说：“姥姥，我来着了，姥姥也着了。”我以为后半句真是这个。你肯定不能指望每一个观众都喜欢你这个作品。但是真的喜欢的就会真的喜欢，所以你永远在找的是真的喜欢你自己的那个人，对不对？是找寻同类吧。佩岑姐，我觉得是同类之一，因为看到后面是欢呼了，对不对？对，我好喜欢哦！我觉得你带给大家很多欢笑，而且你就是温温柔柔的，温温的，不要大火，温温的慢慢。那叫文火双面烤。哦，谢谢。但是我刚刚看到我们整个就是在聊天的过程中，然后你讲完之后，我看你拿着麦克风跟我一样，你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抖？我很想知道，你带给我们这么多快乐的人，你站在舞台上的你是快乐的吗？想赶紧离开，我就有点很紧张。嗯，观众笑的时候是快乐的。嗯。谢谢你，谢谢。我们把史岩也请回舞台中央。两位，请来到舞台中央。好可爱哦！两位能量都不高，但其实风格又特别不一样。今天的观众会给两位的对决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很接近，恭喜陈爱170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恭喜你。当然，行。我其实之前看过史岩专场，他自己没有印象，在上海猫头鹰，然后那场是我看哭了的。哦，因为他很多段子，别人是在创作段子，但是他很多段子就像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一样，就是他在跟这个世界抗争，然后最后他唱了一首歌叫《隐形的翅膀》，然后他唱的时候我在台下爆哭，就是我很希望像他这样表达，他也影响了我，我很喜欢史岩。这咋还看哭了呢？是没演好，可能是演好了，最后哭，唱歌的时候哭，是吧？讲笑话的时候没有。那我播客里还有这首歌的原版，可以回去再听2遍。这两个怪人真怪，这俩真怪，那真好，真好。史岩162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成绩，我想也是相当有机会重新回到舞台之上。在去往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吗？没有啦，谢谢大家。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带给我们精彩的对决。请前往晋级区。
能看到我们的对面只剩2位朋友了。最后一场对决。